他觉得他背着很多的压力往前冲，但是他老婆可能突然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要留在美国，我想要回台湾，他会突然觉得说，这步我没有算到，这个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很崩溃的原因。资本主义是用钱来当做就是衡量你现在做工作的价值，在家里带小孩就很容易被 undervalue， 因为你带小孩不会有任何收入。那如果真的已经讲很多次失去耐心，因为每个耐心都有限，你是老公的话，我就说我再给你3次，你也做不到。那3次到了会怎么样？3次到了，欢迎收看《矽谷1001夜》，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我是明燕。今年4月的时候呢，在 PTT 的婚姻版有2篇很爆红的文章，那里面讲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来美国之后，在移民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对对方有很多埋怨，还有对对方不谅解。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讨论这2篇文章，然后以此来延伸讨论一下，如果是夫妻一起来美国，尤其是有一方想要来美国，一方跟着另外一半一起来美国的话，中间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难题？我先来整理一下这个时间线。2014年的时候，这男生和女生他们在台湾的公司认识，交往期间他们确认了要一起去美国生活。2年之后，2016年男生和女生结婚。2019老公转专业，从某个专业领域转到软体业，后来呢就来美国申请到硕士来念书，那老婆也一起来了美国。2021的时候呢，这个老公他在保持签证的人力公司工作。2021年下半年的时候，小孩出生了。2022年底，老公和老婆他们一起拿到绿卡。然后2023年底的时候，因为拿到绿卡，所以他们就回台湾，就是庆祝一下。在台湾待了这段时间之后，老婆去发现呢，她还是比较喜欢台湾的生活，所以就不想要跟老公一起回到美国来。然后在2023年9月的时候，老公就非常生气不满，他就觉得说，好啊，那大家就一起回台湾好了。所以2023年9月的时候，老公就直接辞职，然后就一起回台湾生活。然后在2024年的2月。因为绿卡呢，你每年就是还是要在美国待有就是固定的天数，所以因为这个它成为移民间的东西，然后还是回到了美国。然后2024年的4月，也就是回到美国的2个月后 ，PTT 的文章就爆发了。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妻子她在 PTT 她第一篇就是发的文章。那她一开始呢，她就提到说，她觉得老公是一个聪明急性子、爱抱怨比较的人，遇到不顺的时候比较容易崩溃，情绪比较不稳定一点。她说她自己呢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做事也没有像老公那么谨慎，所以常常就会被老公骂，或是问的问题如果不顺老公的心的话。有时候会受到很严厉的指责，那比如说她老公就会直接说，你做事情前可以用电脑代码，这样主要有3个不同具体的事迹。那第一个呢是她说她老公有在 Facebook 社交平台上就直接 po 文来公审说老婆的英文很差，她英文那么差，那你直接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生存，那总是要我替你处理生活的大小事。听到这样的评论，她觉得很受伤，而且就是在公开的平台上，然后他们2个可能共同朋友都会看到。第二个具体的事迹是老婆会觉得她不被尊重，因为她一开始只是想说，那跟着老公一起来试试看美国的生活，那的确是没有想象中的容易，然后会遇到鸟事情。那譬如说，当初最严重的一件事是，他们小孩出生4个月的时候，楼上的邻居呢，他会嫌他们的小孩太吵了，以至于说还把狗屎就是包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包起来，把狗屎就是落在他们家的阳台上。楼上小孩的屎不一定是狗屎，就变成说，每次小孩一哭的时候，老婆就会觉得精神崩溃，很怕就是又惹怒楼上的邻居。老公一开始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站出来为他处理，就是有点想要息事宁人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把他的困难告诉老公，但是却这个需求没有被尊重到。那最后一个具体事件是，他觉得老公在跟他吵架的时候，都会往痛点踩。然后他也不同意跟他离婚，因为他说，你离婚的话，你在台湾就是这样过，然后你就可以拿到钱。拿到钱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他们离婚的话，他们资产不是会平分，对，或者是小孩的赡养费这样，对。可是他就觉得说，你在台湾过得那么爽，为什么你离婚你就可以拿到钱？吵架时往痛点踩的一个例子，就是她老公会跟她说，你算什么咖？要不是看在小孩的份上的话，你算什么咖？这样。所以总而言之，这篇文章形容了很多就是跟老公生活上相处处处很有压力、很困难的地方。大家看完这个文章之后，你们觉得老婆她的难处在哪里？就是光从那个老婆po文的角度，她叙事的方式，感觉她在家里的地位很低，有一种一直被老公轻视的感觉。然后感觉她带小孩，丈夫可能不觉得带小孩是多伟大的事，所以我可以蛮同理老婆是觉得蛮崩溃的，尤其是她老公
的言语感觉是蛮严重的，长久下来一定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她可能老公会觉得说出去工作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才会导致说她在看离婚的那个赡养费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你凭什么可以拿钱？你过那么爽，凭什么拿钱？但是他老婆其实是一直付出，就是在带小孩的心力。资本主义是用钱来当做就是衡量你现在做工作的价值，在家里带小孩就很容易被 undervalue， 因为你带小孩不会有任何收入，就是现代的夫妻感觉双方都要有收入会比较好一点。像有一方会决定在家带小孩，他们常常的论述可能是说，如果他的薪水比不上他请外面托婴的薪水来的高的话，没有办法完全 cover 的话，那这种状况他们觉得以经济上考量，可能一个人在家带小孩。例如说托婴是每年可能要花美金可能8万块去托婴，而且我这是税后的钱，所以我等销商其实收入是15万，我要多做很多家事，所以我可能等销商赚税后10万的收入。那我可能等销商我也是在外面工作20万的一个收入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两方都这样想，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更明确的数字去 measure 说，其实两方都是在对家庭做很有贡献的事情。而且等于是我抵掉这个很庞大的支出，然后我们结婚又帮你分摊掉你的所得税，所以其实我还有个抵税的角色在那边存在。那如果你们两个之后生小孩之后，会想走什么模式？我会想要走就是请托婴，就是可能夫妻之间这样子好像比较不会有权力不对等的差别。然后另外可能是我觉得在家全职带小孩的话，感觉真的对那个人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假设你可以工作的话，它其实也是生活的一个 balance。分享一下我觉得老婆的难处，我写了4个我觉得她蛮辛苦的地方。然后第一个辛苦的地方是，我觉得她从台湾换到美国这个换环境的辛苦。我觉得如果你是来念书，或者是直接开始有工作，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有一个 onboarding 的过程。然后你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也自然而然比较容易遇到很多人。那这些人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social 的 support。他等于是比较没有一个框架，就是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附着的感觉。尤其是他的英文好像不是很好。对。如果是我绝对不想要被丢到一个语言都不同的地方。而且她老公还会吐槽她说英文不好。但我觉得英文这种东西就是跟小时候有没有得到那个学习的资源有关，就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获得那个学习的资源。我是还蛮同情这个老婆被那样吐槽。那第二个，我觉得她辛苦是角色转换的辛苦，就是身为就是当母亲、当妈妈这件事，然后可能每天都是带小孩，所以不只是心理上，我觉得生理上就是你生完小孩，你的荷尔蒙的改变，可能就是会让你已经处在一个你的大脑就是让你觉得很有压力的一个状态了。他说不定还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他心理上觉得这个角色转换的一个不安，对，可是又要面对生活上很多困难的事情。而且这个感觉男生更无法理解，因为他不懂什么是产后的那个荷尔蒙失调，女生月经的时候就会经历过的，但是男生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为什么你生个小孩然后就变得可以去看那个沙白最新的影片，他有讲就是产后忧郁症跟是那个莫彩希。莫彩希。对，我觉得那支影片也讲得很好。我们爱你们哦。再来，我觉得他转换的一个难处是，他自己探索发现不喜欢这个地方之后，他却又遇到与她老公期待不同的这个窘境。他们当初就是讨论说，要不要来美国的时候，她跟她老公说，好，我可以试试看，这样。对，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试试看的解读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她老公可能就会觉得说 ，OK，that's a yes， 就是 let's go 这样。可是他老婆可能就是很真心的觉得说，那我就试试看，我真的不知道。那假设如果我不喜欢，我希望我们还是有讨论的空间。我觉得他假设是一个很会在意别人的想法的人的话，那他可能就要一直很挣扎说，我自己是不喜欢的，可是我的老公是喜欢的，而且我当初好像已经有给他一个 promise，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我觉得再来就是他有不能做自己的辛苦啦，这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说他在沟通的时候，她老公会可能以一些他本质上去攻击他，比如说你英文就是不好，你出去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他该怎么办？他是不是自己也会对自己有一些不肯定的感觉？她老公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待在美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就来看老公的反击是什么。老公他后来呢 po 了一些文章来讲述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一篇是直接的回复，然后有一篇是他在对他的生长背景有更多的介绍。
那我把这2篇就是放在一起。老公呢说，一开始其实会想要来美国呢，是因为他妈妈曾经鼓励他出国看看，即使知道可能会很困难，还是决定要抛下一切，然后读博士的来美国生活。那2019年来美国前的时候，他那时候问老婆有没有答应要来美国，那老婆有答应，虽然他说看得出来他老婆有点勉强，但是他决定32岁的时候抛下一切，然后他知道，因为他老婆算是比较像是陪着他去，所以他决定就是不要让我老婆出什么钱，大部分就是都是他出的，只有10%可能老婆就是自己要买机票回台湾，那这给老婆出这样。2022年的时候，老婆回台湾生活了一阵子，然后就发现，她自己根本不想要待在美国，然后觉得台湾是她的舒适圈。那老公这时候就在文章提到说，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质疑老婆当初到底为什么要来美国。那他在文章中有提到说，他并不是就是直接就是把老婆拽来，他其实有想要帮助老婆，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可以更准备。来美国会遇到的一些生活状况，那包括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学英文的部分。他说他在台湾的时候就一直有跟老婆说，我们要练习英文，但是他发现老婆没有心，就譬如说他有个单字就是发音错了，那她老公就是可能会纠正他说，不对，你应该要怎么念。但是下次的时候，老婆还是会念错，所以他觉得这已经不是能力上的问题，他觉得是老婆没有心去学习。好严格。然后第2点是就是学开车，他在台湾的时候也是手把手教我老婆开车，因为他知道来美国可能就是开车这个技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台湾的时候，老婆其实觉得很有压力，就会觉得说我没有想要学开车，你为什么要一直叫我学开车？然后后来在美国的时候，他老婆就是认知到说，真的要会开车，所以就开始比较多练习开车。他那时候就有点得意的想跟老婆说，你看，我就跟你说吧，就是来美国开车很重要这样。然后他老婆就回他说，你看我在美国我自动就会开啦，那你为什么在台湾的时候要逼我学？那所以他听到这方面言论也觉得非常的不满。以上就是老公的角度，他觉得老婆的心没有跟他在一条船上，他觉得他在美国付出更多努力，想要让这个家庭在美国生根，但是他觉得他比较像是自己在努力，没有看到老婆就是跟着他一起往这个方向前进。好，那看到这边，你们觉得你们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改变吗？你们觉得老公的难处在哪里？我觉得难处就是来美国要办身份，然后要工作，的确是蛮辛苦。这个老公其实从到我的其实都好像不是很能理解他的想法。我觉得其实老婆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待在舒适圈这件事情，我觉得没什么错啊。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跳出舒适圈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啊。你想要待在舒适圈过快乐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对。我觉得这是他们可能需要再沟通他们的想法上面的歧义，因为根本就没有对错。一个人的话，感觉你要怎么样走，就是看你个人嘛。但是如果既然决定要和这个人成家生小孩的话，要选一个2个人的最佳解，而不是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读完老公的文章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背后有很多情绪的原因，譬如说他提到就是他在疫情期间，然后要找工作的辛苦，办绿卡的辛苦，他为了这个家庭就是push 绿卡这件事情，然后想要给他们一个身份的这个辛苦，家计的辛苦，这整个家他们的小孩，他现在都需要靠他的薪水，那他也会觉得说，那如果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的话，那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压力源。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自我批判的人，然后他很不容许自己犯一点错，他觉得他背着很多的压力往前冲，但是他老婆可能突然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要留在美国，我想要回台湾，他会突然觉得说，这步我没有算到，我没有算到说我们是要这样执行的，所以这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很崩溃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啊，跟文章中的老婆一样，就是来了美国之后发现自己不喜欢，你会想要怎么做？就是 eventually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嘛，所以就不可能永远待在美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可以设个期限，例如说在工作1年，或者是2年，或者3年，然后我们回去。综合考量就是我们的在美国的发展跟财务目标，然后设一个期限，让2边都可以接受。固定每半年 check 一下说身心状态，然后在美国都还过得好吗？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就根据讨论过的来决定什么时候回台湾的。如果他们可以讨论一些说，在美国比较辛苦，但是在美国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让他老婆可能也会更有动机，然后知道说我们现在就是撑1-2年，然后可以结束，会有一个尽头的感觉。那 Rachel，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和文章中的老婆换环境很辛苦，但你自己工作上非常忙碌，你要怎么支持你的另外一半？其实我觉得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过得快乐，你可能工作赚钱什么什么，那些都是次要的，可能照顾好
自己的心理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觉得。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跟老婆坐下来，列出一些最崩溃的点啊，然后你觉得现在生活上哪里不满意？未来如果我们真的回台湾的话，那哪里可能会出现问题？把这些点都列出来，然后看哪一部分是我可以改善，然后哪一部分是他可以体谅的话呢？最后如果剩下几点是让我们两个可以留在美国生活的条件的话呢，那我们就留下来。如果最后改善还是剩太多点的话，我们就回台湾。有一种双方真的在达成共识的感觉。就两边都有办法可以把他们想要说的 put on the table。就不是说因为我办绿卡很辛苦，所以我们要留在美国，而是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已经有这个身份了。那为什么生活过不下去？我觉得那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像你说，或许不是就是说他们要赚更多的钱，或许是老婆情感上有某方面没有被支持到，或许是他们每个礼拜要想到一个方法去约会一下，吃一餐好吃的，可能开销上不一定会差很多，但是他老婆心中就是觉得还不够的点是什么？你们刚才比较是老公的身份，那我们现在比较像是你们如果是老婆的身份好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他会比较攻击你弱点的地方，或者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被很严重的指责，在这个状况下你会怎么办？因为我之前看一个心理学节目是说，你会有很在意的点，但是批评你的这个人当下可能不是有意要故意戳你的点。她老公不一定是明确知道他很不喜欢这个，他说不定就只是对视，这种你会很容易被踩到的雷，很多都是会 relate 到你童年的某一个创伤。所以你会提到说不要 take it personal， 然后第二个是思考一下，找出为什么这句话会让你这么的不舒服。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个性格上的差异，是男生可能是比较理性的人，然后女生是比较感性的人。然后我觉得理性的人跟感性的人，他们对于被赞赏这件事是还蛮大的差别。感性的人他通常是希望我有努力，我的这个努力就有被看到，那我希望我得到这个回馈的时间是可以在我努力的时候一直就有这些回馈。那理性的人比较是觉得说我可以等到最后，就比如说我绿卡终于办到的那一刻，然后接受到很多的赞美。如果我是那个老婆的话，我可能会告诉他说，我们的想法上有这个差别。我比较需要的是你中间看得到我在努力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看到我在英文读单字的时候，你在看我在背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来鼓励我，然后不是只是看到最后一个结果说我讲错，然后就来指责我。那如果真的已经讲很多次失去耐心，因为每个耐心都有限，他已经可能说不定很温柔的讲很多次，鼓励很多次，他还是念错呢。那你终于到了那个无法接受、内心崩溃的那个点。等下我是哪一个人？你是老公的话，我就说我再给你3次念错的机会。那3次到了会怎么样？3次到了，很难的感觉是一个滑坡效应，就是鼓励总是会有极限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一起讨论看看学习的这个方式。假设是时间不够的话，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就是比如说下班之后我会照顾小孩，那1个小时就是让你全心读英文。就要去请 Amazing Talker。我们有人业配吗？没有业配。我很好奇他们两个住在哪里耶？好像是湾区因为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湾区根本不需要英文啊，你只要会中文，你就可以生存啊。如果我是老公，我就放弃。我想说，你用中文就可以生存很好，而且我小时候有来过美国，就是全家来美国，然后我妈其实是真的跟文章中的老婆一样，完全不会英文，然后没有任何天分，因为她小时候其实就没有任何接触啦。但我妈会自己找出她自己生存的方式，她生活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她英文也不用讲得很溜，她可以去超市买菜啊什么的。然后她也可以交到在地的一些朋友，因为还是会有一些讲中文的人嘛。公园就可以遇到一些妈妈讲中文，跟他们做朋友，其实不难生存。所以我觉得老公其实不用太纠结在英文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我很喜欢这边讲到的，就是他或许他想要他有的这个能力他没有，但是可以去找到他拥有的独特的能力。就譬如说，像你说他可能用中文交很多朋友，那他从这边就会听到很多资讯，那说不定他可以再回来 share 这些资讯给老公，这样，那他们就可以是拥有不同 skill 的一个很好的 team。其实他们如果可以不用相似，你们互补，这样好像也不错。因为我爸没时间去交朋友嘛，我这些小孩靠着我妈的社交技能，就可能假日就有地方可以去玩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网友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复。有网友提到说建议离婚，他说老公对于美国梦就是执着太深了，就算放弃绿卡配合老婆回到台湾，婚姻还是走不下去，他站在小孩那边，所以他决定应该要离婚。不知道你们对于离婚这件事的想法是什么？你们会觉得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这对夫妻可以考虑离婚这个选项？因为老公对绿卡蛮执着的嘛，就要想说，那你对绿卡的执念跟对老婆的爱哪个比较重要？那你就选一个。那你就离婚，你自己人在美国，然后开启你自己的生活。
那如果你觉得老婆的爱是你这一辈子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你们就回台湾好好过美好的家庭生活。那 Rachel 觉得呢？如果要我离婚，我会评估就是离婚之后会不会比现在更好。然后如果双方都会比现在更好，那就离。拼搏你美国梦的一个机会，那也是一个正向收益嘛。虽然你会失去你的赡养费，但是正向收益可能还是可以抵消那个负收益。如果你们两个是老婆的话，你们会离婚？可我觉得她老公在 Facebook 呛她就是英文不好，我就会离嘞。已经很不尊重伴侣了，已经踩到天灵的底线。对，你有什么话你不能直接来跟我说吗？你为什么要抛出来，就是在那边背后 judge 我？如果是你们有小孩，然后你老公还这样踩到你底线的话呢？哇哦！他既然是底线，他就是不可以 violate。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以自己的心情为主，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要先把我自己照顾好，我才可以照顾我的小孩。譬如说，在考量说待在台湾或是待在美国，我可能也会先以自己考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是一个我喜欢的状态，我可能才可以对我小孩有最好的负责。那你呢？你底线是什么？我觉得全部都很底线。底线一就是执着于他想执着的事情，就那个美国绿卡，他觉得拿到他就最伟大。底线。然后 Rachel 刚才不是说要公平公正吗？我收集一些那个游戏王卡，那是执念也会踩到底线。没有要影响到我。在家里摆个柜子，他们OK， 拉到我自己的兴趣。然后再来就是不尊重伴侣，我跟田宁一样是没有办法认同。就是反正我觉得我跟他讲话会很有压力，因为我只要说什么，他就会轻视我的时候，我就会考虑离婚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老公。有这样子的一个爸爸的话，小孩不一定会开心。我会带小孩一起脱离苦海。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好像蛮充实的。这样有点偏颇就是都好像比较怎么办？对啊，怎么办？那有人要帮老公讲话吗？我觉得有一个可以体谅，而且我觉得她老公应该也是有意识到的。他有一篇文章，他介绍了他们家庭的背景，他有讲到他成长的背景，然后他就说他老爸的个性呢，就是会比较容易跟他吵架。然后，譬如说在小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他被蜜蜂叮，然后那时候哭，他爸爸那时候就跟他说，男人怎么可以哭？所以感觉是非常的不赞同他表现情绪，会觉得说，你就是一定要坚强，你一定要表现出所谓男人的样子，所以他对自己才会有一些很高的标准，譬如说他会觉得说，事业是衡量男人的唯一标准，那一定就是你要赚钱，你一定要有好的工作，才可以是在这个社会的丛林下，才可以变成一个成功人士，不然就是 loser 这样。他曾经跟他老婆说过说，也许你看我在生气的时候，其实我在哭泣，只是从小的反射训练已经让我无法哭泣了，因为他爸爸跟他说的话，所以他只能用愤怒来取代。所以我觉得她老公的确还蛮有可能是家庭教育的影响的，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件事特别拿出来讲，应该是他自己有觉得说，这个是对他产生的一个影响。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只能用你怎么被爱的方式来去爱别人。如果你没有被其他的方法爱过，你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可能性，那你最可能就是会把你接收到这个东西再把它传递下去。也有网友站在男方这一边，然后建议他找律师打离婚官司，让不愿待在美国的老婆自己回台湾。然后他建议他放弃无心待美国的老婆，然后不要放弃绿卡甚至公民的机会。他说：“你再找个机会跟待在美国人结婚，因为这样你们未来方向是一样的，不用为了考虑另外一半，然后牺牲自己完成原本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网友提到说：“不要理会台湾的酸民，那些没尝过艰辛拿到绿卡这个过程很辛苦的人，他们不懂在移民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牺牲，不管是生理、心理、金钱、亲情上，他们都无法体会的。”那这篇文章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你有更多想法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海外生活不孤单，我们下集见，拜拜。拜拜。